好，我是 Hera，这是思维。嗨，大家好，我是思维，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也很开心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 Nebula Graph 的内容，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哟。那么步入正题，上期我们讲完了部署，这期我们来说说数据导入吧。先请思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Nebula Graph 目前提供的数据导入方式和工具啊。好的，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选择数据的导入方式。Nebula Graph 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工具和库，帮助我们来从不同的数据源来导入数据到 Graph 的 cluster 里。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和选择它们呢？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有3种选择，其中第一个是 Nebula Importer，Nebula Importer 是用 Golang 写的一个单文件的可执行文件，它可以运行在单机上，帮助我们按照既定的规则把 CSV 文件导入到 Nebula Graph 中。其次是 Nebula Exchange，它是一个 Spark 上的应用，能够让我们不写代码或者是少量的代码去调用这个库来批量的去从不同的源中导入批量的数据进到 Nebula Graph。最后是 Nebula Flink Connector，它是一个 Flink 上的一个软件包，帮助我们在 Flink 平台上把流中的数据读或写，然后运算导入到Nebula Graph 之中。那么怎么来区分它们呢？我们可以从回答这几个问题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数据源是否是文件。如果我们的回答是的话，我们可以走到这个下边的分支。第二个问题是它是否是 CSV 的文件。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还要走到一个分支，我们在导入的这个运行的 workload 是否能够用单机能够满足我们的运算要求。如果它的量不是很大，我们不需要用超过1台的机器的话，CSV 的文件我们可以用 Nebula Importer 就足够满足我们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不得不调用到超过1台的运算能力和连接能力去把数据从 CSV 文件中导入到 Nebula Graph 呢，那么我们应该用Nebula Exchange。那如果不是 CSV 文件，Nebula Exchange 呢，还有支持其他的几种文件类型的数据源。回到我们的文件的问题，如果不是文件的话，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从数仓或者数据库中来导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也是要用到 Exchange。那 Exchange 目前来说是支持 Neo4j、MySQL、Hive 和 HBase 这4种服务器4种不同的数据库和数仓中导入。那如果是流数据的情况呢，还分2种情况。如果我们是从 PubSub 这种 Message Bus 的平台，比如说卡夫卡或者 Pulsar 来导入的话，我们还是要用 Exchange。那如果我们是从 Flink 平台的流数据导入的话，我们就自然的应该用 Flink Connector。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做选择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好的，非常感谢思维的详细介绍。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于流数据的情况，如果是 Flink 数据来源，就用 Nebula Flink Connector；如果是卡夫卡或者 Parcel 这样的 Message Bus 过来的数据，就用 Nebula Exchange，对吗？完全正确。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你上面介绍的导入工具和我们 Nebula Client 的写入有什么区别呢？以及更推荐哪一个？其实它们是用在不同的场景，就是完全要看你应用的，就是跟 Nebula Graph 通信的这个应用的形式，它的背景。比如说，如果你的应用是，它的信息来源是通过一个 REST API 过来，那天然的你就应该用你相应的写的这个 Web Server 的这个语言的 Client 去做，这样的一个插入，因为它数据量也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你的来源是比如说之前提到的 CSV 啊，或者是 Message Bus 啊，或者是Flink 呀，那你就天然的应该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种导入的工具去来做。那如果你的应用是本身是跑在 Spark 或者 GraphX，或者是跑在 Flink 里边，那你就应该呃在你的应用里边直接调用我们相应的这个平台的计算平台的 connector，比如说 Spark 就是 Spark Connector，然后 Flink 就是 Flink Connector。所以，当你知道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去选择相应的方式。好的，谢谢。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哈，就是 Exchange 和 Spark Connector 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我之前没有提到，我们 Nebula 还有一个 Spark Connector，我没有在这里列出，它有点类似于 Flink Connector，只不过它是在 Spark 平台上。那么它跟我们已经有的 Exchange 有什么区别呢？它们的区别是，Spark Connector 呢，它实际上跟 Flink 一样，它其实是在 Spark 上的一个软件包，一个 API 库。我们如果在 Spark 上有运算的需求，需要读跟写图数据从 Nebula Graph 里边，我们就应该用 Spark Connector 这个 library。否则，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个一个导入的一个工作的话，我们就用 Exchange 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直接提交这个 Spark job，不用写代码，或者也可以在Spark 的客户端里边调用这个 Exchange 这个 job。所以大概能够理解他们俩的区别了吧？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 Exchange 的写入方式有哪些呢？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如果我再介绍一下 Exchange 的话，Exchange 内部呢实际上是有3种不同的 component，它们是 reader、processor 和 writer。那字面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 Exchange 的目的是为了传入数据进到Nebula Graph 里，所以那我们也知道 Exchange 支持很多种数据源，那么它是先读入、处理再导入这样一个过程。那 reader 的话，我们不同的reader 的这个类又帮助我们处理不同的源。首先第一个是 server base， 那字面意思就是我们处理的这个源头是服务器类型，那其实就是对应的这些数仓或者数据库的这些服务器。类似的就是 file base，就是用来处理文件，基于文件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 streaming base 就是处理流数据，那就是 Kafka 和 Parser。那 reader 把它读取之后呢，进入到 processor 里边，这里边就有一点区别了，就是它取决于我们想最终以什么方式去写入到 Nebula Graph。Nebula Graph 我们是知道，是一个分布式的图数据库，它的底层存储是基于我们的 RuxDB。那 RuxDB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对写入有超高的需求的话，我们是可以支持构造 SST 的文件直接注入到RuxDB 里边，这样能避免呢中间的行级别的 KV 级别的那些的 session， 那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哪些写入方式？一共有2种，一个是 server base， 一个是 file base。server base 呢其实就是在 processor 把它按照点和边的方式处理好，变成了点和边的插入的数据之后，通过 server base 的 writer， 其实就是 Graph 的Nebula Graph 的 Graph 的 client， 然后就相当于我们在客户端里一样，它会优化处理去 batch 的插入到图数据库里。那如果我们有真的是巨大量的数据，然后我们用 server base 已经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基于 SST 的这个 file base 的 writer， 它中间那这种情况它的 processor 就是 SST processor， 然后它就会写入到Nebula Graph 里，所以就有2种的写入方式。好的，非常谢谢思维今天的讲解，希望大家了解到这些信息后，能帮助大家选择数据导入的方式。如果有相关疑惑或者问题，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下期会回复你的。然后再见了，下期见。拜拜，下期见。